大家好，我是晴。今天这期我们直接来讲一个很多人听过，但其实不一定真的讲得清楚的工具——债券到底是什么？你可能听过这些话：买债券比较安全，债券比较保守，退休族要配一点债券，股票跌的时候债券比较稳。但如果你真的问一句，债券到底在买什么？很多人其实会卡住。所以今天这期先不用太复杂的市场术语吓你，我们先把最底层的意思讲清楚。先讲一句最白话的，债券就是你借钱给对方，对方承诺未来还你本金，再加上利息。借给谁？通常是两种，政府、公司。所以债券最核心的概念，不是你买到一家公司的一部分，那是股票。债券比较像是你不是当股东，你是当债主。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你朋友跟你借10万块，你们讲好1年后还你本金，这1年另外付你3000块利息，然后他写了一张借据给你。这张借据本质上就是债券的概念。当然，现实世界不是你朋友跟你借，而是政府或公司跟市场借。例如，一家公司想扩厂、做研发、开新产品，他不想只靠银行借款，也不一定想发股票稀释股权，所以他可以发债券。他等于是在跟市场说，你现在借我钱，未来我会按约定还你本金，期间还会付你利息。政府也是一样，政府今天如果要做建设，补财政缺口，也可能发行公债跟市场借钱。所以如果把整件事翻成人话，债券就是一张正式的借据，政府或公司跟市场借大钱时发出来的借款凭证。那债券跟股票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这里一定要先切开，股票是股权，债券是债权。买股票，你比较像公司的一小部分主人；买债券，你比较像借钱给公司或政府的金主。这两个本质完全不一样。股票在赚的是公司成长、股价上涨、股利；债券在赚的是利息以及有时候的价格变化。所以不要再把股票跟债券混成一团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逻辑的工具。那买债券到底怎么赚钱？最白话来说，债券主要有2种赚法。第一种，赚利息，这是最容易懂的。例如，你买一张债券，面额10万，利率3%，期限5年。你可以先很简单的理解成每年大概拿3000块利息。如果中间都没出事，5年后你除了已经领到的利息，还会拿回原本的本金。所以债券最基本的赚法就是你把钱借出去，然后按约定收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想到债券就会把它跟固定收益、稳定现金流、比较保守这些印象连在一起。第二种，赚价差。很多人不知道，债券其实也会有价格波动，它不是只有股票才会涨跌。也就是说，债券除了领利息，也可能靠买卖之间的价格差来赚钱。例如，你原本用100元买进一张债券，后来市场价格变成102元，你卖掉就会有2元的价差。所以债券不是完全不动的，它也有市场价格。如果你是新手，今天先把它理解成债券最基本是借钱收利息，但它中间也可能有价格涨跌，这样就够了。那债券大概有哪些类型？第一类，政府公债，也就是政府发的债券。例如台湾政府公债、美国公债、日本公债，这类通常给人的感觉是风险比较低，利率也比较低，比较像市场的避风港资产，因为大家通常会觉得政府违约的几率相对低一些。第二类，公司债，也就是公司发的债券。公司债又可以再粗分成2种，投资等级公司债通常是体质比较好、信用比较高的大公司发的，风险相对低一些，利率通常也不会太夸张。高收益债，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你一定要翻成人话，收益越高，通常代表风险也越高。很多高收益债本质上就是因为市场觉得它比较有可能出问题，所以它必须给你更高的利息，才有人愿意借钱给他。所以不要只看到高收益3个字就觉得很香，那通常代表的是它风险更高。那债券的风险到底在哪？
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对债券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债券很安全。债券不是绝对安全，它只是相对股票通常比较稳，这两件事差很多。债券至少有3种你现在就该知道的风险。第一个风险，违约风险。既然债券本质上是你把钱借出去，那就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风险，万一对方还不出来呢？如果你借给信用很好的政府，风险通常比较低，但如果你借给财务体制比较差的公司，那违约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不是所有债券都一样稳，关键在于你到底借给了谁。第二个风险，利率风险。这个是债券最有名也最反直觉的一个重点。用最白话的方式讲，假设你去年买了一张债券，每年只给你5%利息，结果今年市场利率上升，新发的债券可以给到7%。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想把手上那张5%的旧债券卖掉，别人还会很想照原价买吗？通常不会，因为市场上现在有新的7%可以选，你的5%看起来就没那么香了。那怎么办？你通常就得降价，才比较有人愿意接。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利率上升，很多旧债券的价格就容易下跌。反过来说，如果市场利率下降，你手上原本利率比较高的旧债券就会比较有吸引力，价格也比较容易上升。所以你可以先记一句最重要的，债券价格常常跟利率反着走，这就是利率风险。第三个风险，通膨风险。这个也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债券很多时候给你的是固定利息，但如果通膨很高，那你拿到的利息实际购买力可能就会被吃掉。也就是说，你看起来有在领利息，但如果物价涨得更快，你实际上未必真的有变更有钱。所以债券不是只有没有违约这种风险，还有你赚到的固定利息会不会被通膨吃掉。那新手如果想接触债券，怎么开始比较好？如果你是新手，比较不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去研究单一债券，因为那通常会碰到几个问题，门槛比较高，流动性没那么好，单一标的风险比较集中，你还要多理解信用、到期、利率变化等等细节。所以对很多新手来说，更容易上手的方式其实是债券型 ETF， 也就是把很多债券打包成一支 ETF， 让你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接触债券市场。这样的好处是比较分散，比较容易买，不用一开始就自己挑单一债券，对新手比较友善。但就算是债券 ETF， 你也一样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是公债、公司债、投资等级、高收益、长天期、短天期，这些之后我们都可以再慢慢拆。今天你先知道，新手如果想碰债券，很多时候用债券 ETF 会比直接研究单一债券更容易。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期收成4句话。第一句，债券本质上就是你把钱借给政府或公司。第二句，买股票你是股东，买债券你是债主。第三句，债券主要靠利息赚钱，也可能有价格波动。第四句，债券通常比股票稳，但不代表没有风险。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问你债券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债券就是一种借据，你把钱借出去，对方承诺未来还你本金并付你利息，这样你就已经比很多只知道债券好像比较稳的人更真的懂它在干嘛了。如果这期有帮你把债券这件事讲明白，记得订阅，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把市场看明白。我是晴，这里是投资晴姐，我们下期见 ，See it clear。